和林潮在一起3年，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个替身。就因为我笑起来像他的白月光，我果断选择分手。林潮不以为然，笃定我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。可他不知道，离不开的人从来就只是他自己。后来我对着其他人笑的时候，林潮哭着求我能不能再回头看他一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白月光的杀伤力无人能及，而我却只是个替身。和女朋友在一起3年了，我才发现他有个心心念念的备忘录男孩，长达几万字的备忘录，铺满了林潮对那个男生的喜爱。那是我第一次查看林潮的手机，连置顶都是那个人，他叫纪行，是云城大学的音乐老师。看到林潮收藏夹里的照片时，我看着镜子不断对比，迟迟不敢相信，我他妈的竟然当了整整3年的替身。纪行笑起来的时候与我几乎有5分像，就连那颗泪痣的位置都一模一样。怪不得林潮心情不好时总会喜欢抚摸我眼角的那颗泪痣，那样怀念的眼神，原来是在我身上寻找白月光的痕迹吗？我捏紧了林潮的手机，忍住想把手机摔碎的怒火。越往下翻越能了解到林潮对他的念念不忘，却昭示着我这3年来的付出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明明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婚礼了。当初我和林潮在一起时，所有的朋友都说我赚到了。林潮是云城大学法学系的系花，在云大特别出名，不仅是因为清纯的外貌，更出众的是他在学业上的造诣，提前修满学分，被公派留学。即使毕业后，圈子里依旧有他的传说。我们是在公司的合作项目上认识的，面对其他人，他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，只有在我身边才会显现出一点不同。甚至在合作结束后，主动约我吃饭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毫不避讳地夸我眼角的痣长得很性感。我以为那是成年男女之间的情趣，原来从一开始我就落入了他的陷阱里。他藏得可真够深的。浴室的水声停了，林潮裹着浴巾出来，湿哒哒的头发散落在胸前，不断地往下滴着水。若是往日，我会细心地帮他把头发吹干，他向来全心全意地依赖我。我一想到他从我身上不断地寻找别人的影子，一股恶心的感觉就往上涌。林潮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，附近不帮我吹头发吗？而后带着埋怨的口吻，你还在为昨天我爽约的事情生气吗？我说了，那是临时的工作，昨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我提前约好了餐厅等他，整整3个小时都没有见到他，店都要打烊了。林潮才打电话来说公司项目出了问题在加班。女人有事业心是好事，我也不怪她，可她却在撒谎。我接到了发小打来的电话，姐夫，大晚上的天气这么冷，你和姐姐还去游湖啊？不过你们还真恩爱，哈哈哈哈，刚刚还在若无旁人的亲吻呢。游湖亲吻，我人还在餐厅的地下停车场里待着，看着车后座鲜艳欲滴的玫瑰花，神情自如地让陈景把拍到的照片都发过来。照片里2人亲密有加，确实是林潮的侧脸，可那男的却不是我。那一瞬间血液倒流，偌大一顶绿帽戴在我的头上，骗子！如今林潮还在振振有词地诉说自己的委屈。我低头讽刺一笑，拼命压下翻滚在喉咙的情绪。是吗？林潮，你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，这样狗血的情节不拍成电视剧都可惜了。痴心等待白月光多年，
不惜寻找替身，寄托无处安放的情感，甚至在纪行回来的第一天，迫不及待地约他去游湖，把我这个正牌男友丢在餐厅里，独自等了3个小时。不过我不是被戏耍的那个傻子，说实话，我都有点磕你们了呢。林朝惊愕地看着我，傅晋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过是爽约一次而已，你用得着这么小气吗？而且后天就是我们的订婚宴了，你非要我狠心推迟它是吗？这些照片全是纪行寄给我的，明晃晃要上门打我的脸了。我在他心里就这么像一个傻子吗？我直接把照片甩在他的脸上，我还要多大度啊？这顶绿帽都要人尽皆知了。林朝和纪行的亲密照散落一地，他在看清楚照片后，身体一震，久久不敢说一句话。那是谁给你的？是纪行。我仔细地观察林朝的表情，企图看到他忏悔懊恼的表情，可并没有。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我，嗤笑了一声：“你闹也要有个度好吗？”纪行是个如清风明月一样的君子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句话一出，却坐实了他昨天真的去见了纪行。呵，我心里所有的希望都熄灭了。即使在一起3年，他都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。我苦笑出声，掩盖住眼里的落寞。订婚宴取消了吧？这个替身谁喜欢谁来当。林朝是个一身骄傲的女人，从来不会轻易向人低头。即使我提出取消订婚宴，她都只会认为我无理取闹，甚至高高在上地询问我一句：“傅晋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反悔。”她信誓旦旦地笃定了我一定会回头。我轻笑出声，可是眼底却蒙上了一层悲凉，而后垂下眼帘，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：“我们到此为止吧。”我从2人同居的公寓搬了出来，直截了当地把他送的东西全部丢掉。订婚取消的事情飞速流传在朋友圈里，大多数人都是唏嘘和落井下石。我和林朝是同一届的校友，不过我在云大的湖光校区，他在本部。之前我们在一起时，那群同学都羡慕我能有林朝这种白富美当女朋友。如今朋友圈就有人暗讽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可我也不差吧，以全校最高分进去了云城大学的顶尖专业，甚至辅修了热门的金融专业，而后工作入的是全球500强企业。可即使这样，还是有人认为我配不上林朝。订婚宴没了，最关心的就是林朝的父母，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过来了，他们2位对我都挺好的。我打算亲自上门跟他们说清楚。林妈妈把我迎进去，颇为担忧地询问：“阿晋，你和林朝是闹矛盾了吗？怎么好好的就要取消订婚了？”看着2老紧张的神情，我只说林朝有别的心上人，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也不必让他们知道了。林叔叔气得胡子发抖，肯定是那个男的又回来了。他既然拿了钱，就应该遵守承诺才是的。我悄悄地握紧了拳头，原来他们都知道纪行的存在。这时林朝正风风火火地走进来，言语里都是兴奋和得意。“爸，我们和天盛企业的合作谈好了，对方竟然愿意和我们对半分利润。”却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笑容戛然而止。旁边的林叔叔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由得苦笑一声：“是我们家林朝不懂得珍惜了。”这样一句话却让林朝摸不着头脑，以为是我在煽风点火，上来就是一顿输出。“傅晋，你是来找我爸妈告状的吗？你能不能成熟点？这次可是你自己提出要取消订婚宴的。”林朝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我是来挑事的，我越解释他便越容易钻牛角尖。林叔叔却用拐杖
重重地敲地板，充满怒气地开口：“逆女，还嫌闹得不够难看吗？你赶紧和那个小白脸撇清关系，不然你就别进林家大门。”林朝异常坚定地摇头，试图扭转父母对纪行的印象。如果不是纪行为了这场合作应酬到胃出血，我们公司压根没机会和天盛合作。而且纪行并不是你们说的嫌贫爱富的人，天盛是我的公司，在一起3年，他恐怕连我工作的地方都记不住。他竟以为这场合作是纪行的功劳。如果不是我提前打招呼，就算那人喝个3天3夜都没有用。看到林朝拼命地维护纪行，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仿佛全世界的蛇胆都在自己的肚子里翻滚，空余一腹腔的苦涩。我主动接过天盛的项目，试图用超负荷的工作麻痹自己。发小温远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攒了个局，试图让我放松心情。37酒吧里，灯光摇曳，歌声喧闹，我望着舞池里涌动的人头，兴趣缺缺，扭头却看见纪行调戏别的女孩，整个人显得轻佻无比。我紧紧地抿了抿唇。林朝当真的知道自己喜欢的人是什么鬼德性吗？他把手伸向那女孩的裙底，下一秒却被女孩擒住双手，一个过肩摔把人撂倒在地上，甚至不解气地踩上2脚，语气霸道：“敢碰本姑奶奶的裙子，你怎么不打听打听这家酒店是谁的产业？”我摇头失笑，他还是如同以前一般德性，狂妄不羁。陈静是我们大院里这群同龄人唯一的独苗女娃。陈静刚想把人拉起来再打一遍，却被匆匆赶来的林朝给阻止了。一身干练的套装，林家大小姐的交金全部卸下，语气是维护和全身心的信任：“小姐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男朋友不是这样的人。”陈静毫不犹豫地翻了个白眼，十分不屑的表情：“大姐，这里是有监控的，要不要我全部拷出来放给所有人看？”林朝的脸色变得难看，对面的女孩摆明了是不想私了的，而干了坏事的纪行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，整个人神志不清。站在身旁的温远摇晃着酒杯，眼里带着试探：“你不帮帮林朝？”我微微仰了头，闭着眼睛平复内心的汹涌和挣扎，在睁眼时又恢复了平静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的心意已经被践踏在他的冷言冷意里。温远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”陈静正气呼呼的理论，正想命令下属拿一盆水直接把人泼醒，却在看见我们的时候眼睛一亮，用力的挥手跟我们打招呼：“阿进。”温远。酒保问他还需要水吗？陈静却好心情的应答，却当着林朝的面狠狠地踢了一下纪行：“本姑娘今天心情好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”这姑娘就跑过来挽着我们的手，娇俏的声音响起：“今晚你们得请我吃饭，我都好久没回来云城了。”透过人群耸动的人头，林朝望向我，眼里隐约有我看不清楚的情绪。他径直向我们走过来，我以为他终于看清楚了纪行的真面目，怒气冲冲的要来找我算账一般。林朝在我面前已然恢复了往日里的骄傲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，指着我身旁站着的陈静：“就是你在唆使他来污蔑纪行的，对吧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”众人倒吸一口气，他这一掌打得很重。我用手蹭了蹭嘴角的血，四肢百骸变得冰冷，胸口是透不过气的痛，像是被一柄重锤狠狠往下绞碎一般。在这一刻，所有的情感被抽空，
我的声音里带着莫名的悲凉。林小姐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望着林朝姣好的面容，我悄悄地握紧了身侧的拳头。温远说得对，我是该放下这段数十年如一日的感情了。林朝不知道的是，我对他那长达数十年的暗恋。16岁出狱，林朝笨拙地骑着自行车，直愣愣地撞向我。其实那时候我完全有能力躲开，只为了跟他有一丝联系。少女时代的林朝柔和似水，常含笑意的眼睛让所有人对他都很有好感。只不过后来在相见时，他却并不记得我。云城入了深秋，听说林朝为了纪行和家里已经闹掰了，甚至整日陪在男朋友的身边，连公司的事情都很少管。林叔叔都只好出来重新掌管公司。我从未想过他竟陷得这么深，那人果真是有些本事在身的。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进军国外市场，我揽下了去考察的任务。在云城机场候机室，我与父母安排来的未婚妻大眼瞪小眼。我有些头痛地摸了摸额角。国内不好玩吗？随玉是父母朋友的孩子，比我还小几岁，平日里一副温柔得体的大家闺秀模样，私下里却是和陈静玩得极好的混世小魔王。两人是高中同学，我之前就认识他，不过这些日子我算是重新认识了他。每次他偷偷跟陈静去喝酒，都是我亲自去把人逮回来的。此时随玉甚至掩盖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嘴角的梨窝一深一浅，轻轻地拽住了我的衣角。我们这次待久一点吧。这人想必是不愿意被家里人束缚的。我深知他的用意，又无奈又好笑。不行，这次你得乖乖地跟在我身边。随玉不愿意，拉住我的手撒娇。我听说那边的酒吧真的很好玩。附近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我的身体不由得僵住，脑海里不由得浮现他冷眼山人的画面。林朝正站在对面看着我，他的眼中有些疲惫劳累，与一贯精致干练的形象有些不同。我们可以谈谈吗？我并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，而身旁的随玉却识趣地放手。我突然感觉有些饿了，我先去喝杯咖啡。这人昨晚熬夜玩游戏到天亮，却还想着喝咖啡。他爸妈把人交给我，我自然是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进行负责的。我伸手拽住他的背包带子，待会我陪你去买。随玉气急败坏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好坐在我的行李箱上摇晃。我扭头却瞥见林朝眼里闪过的落寞，不过应当是我看错了。如今他的心上人在身边，而且事业有成，又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林小姐，有什么事就直接在这里说吧。林朝有些拘谨地看着我，话语里带着不常见的歉意。那日酒吧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，是我太过于激动，才是非不分。对不起，也谢谢你不追究纪行做的事。他弯腰低头道歉，还是为了纪行的事。恭恭敬敬的模样，却让我眼底痛意难平。曾几何时，意气风发的女人被磨成了恭顺的模样。我垂落身旁的手指蜷缩了下。你也不必如此，公司的合作不会因为我们之间的事而停止合作的。其实酒吧的事情过后，在公司的合作项目晚会上，我们也见过。那时纪行跟在他的身边攀龙附凤，一看见我就是嘲讽：哟，都追到这里来了。这番话引发众人的目光纷纷投过来，就连林朝都用不赞同的目光看向我。附近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样的目光足以让人窒息。一桩桩一件件失望堆积起来，就变成一座小山压在我的心头上。
我前几日生了一场大病，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应付他们。我转身离开，纪行却想让我当众出丑，伸脚踢了一下满桌的酒杯，那如山的酒杯瞬间倾斜向我这边倒过来，而随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他眼疾手快地把我拽到了一旁，纪行开口就是污蔑：昭昭，我就说他是故意来破坏你和天盛的合作项目的。呵，好一张利嘴，能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。林朝似乎被说服了，当即就叫保安过来，想把我请出去。随玉却轻笑出声，看着我的时候，满眼都是挪也。你这天盛总裁都要被赶出去了，那我们这一群人留在这干嘛？此话一出，两人皆震惊。我清楚地看见纪行的额头已经渗出了点点汗珠，甚至惊慌地往林朝身后退了好几步。林朝眼里都是惊讶：你竟是天盛的总裁吗？后来我们的项目并没中断，林朝曾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约了见面，不过也都没答应。可却不是圣人，暗地里悄悄地给了纪行不少教训，甚至他借高利贷的事情都被我摆放到林家的台面上。这些日子应该被闹到焦头烂额了才对，而如今林朝却为了项目和纪行的事追到了机场。看来他对纪行果然是真爱，那便祝你和纪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吧。也不去看林朝讶异的眼神，我径直拉着随玉转身就离开。随玉看了我好几眼，嘴唇蠕动了好几次，却什么也不说。他咬着吸管喝牛奶，含糊不清道：我真搞不懂你，你既然还喜欢，怎么不直接把人抢回来？我问空城要了毯子，甩到他身上，这话你说不合适吧？未婚妻。而后飞机起飞，我才悠悠地呼出一口气，试图压下酸楚。喜欢一个人，就要让他真正幸福的，不是吗？随玉冷笑了一下，瞪了我一眼：你真大度。我看着他气鼓鼓的小脸，不由得失笑。如果是你喜欢的人呢？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应。当我沉沉睡去时，隐约听见随玉低语的声音：我喜欢的人已经在身边了。英国阴雨天气多，雨落到人的身上总是会带着不经意的寒意。整日忙碌着这边分公司的事，连国内的人和事几乎都没时间去想。随玉这些日子挺安分的，整日窝在家里画他的设计稿。圣诞夜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了，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描稿。地上已经扔满了废图纸，我看着那熟悉的兔子标志，轻笑出声：云中的校服是你设计的。高三那年，云中突然换了新校服的设计，衣服领子处有个小兔子。为此，温远那群男生还嫌弃校服娘唧唧的，私下里批评了好久校方的审美。随玉伸手拿起咖啡：对呀。我眯了眯眼睛，旁边那垃圾桶里已经有好几个空杯子了。第几杯了？他缄默不语，却提起另一个话题：知道我为什么要设计校服吗？为什么？随玉今天戴了一副半框金丝眼镜，整个人显得温柔居家。因为想看你穿着专属于我设计的衣服啊，所以我特地连设计费都没有要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而后如擂鼓一般快速震动，惊讶于他的大胆表白与示爱。原来那日的话，我并非听错。后来随玉并没有再表示出任何要更进一步的想法。不过在他每天对身体的作死下，我即使工作忙到飞起，都会回家陪他吃饭，不然他就会沉迷在一堆设计图中。废寝忘食是经常的事，两人相处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更多。2年的时间一蹴而就，昔日的小魔头陈静都要结婚了。随玉正在收拾行李，压了满满一大箱的玩偶，
我挑眉看他，万一被海关抓到。他嘿咻嘿咻的用力合上箱子，那税你给，这可都是带给小侄女的宝贝。我看其中有半箱子是他自己的宝贝。回到国内，正值春天，2岁小侄女顺利被玩偶收买，天天黏着随玉。正好大哥大嫂因公事出差，我们就带她出来吃饭。我看着一大一小挑食的小动作，无奈之余又觉得好笑，怪不得2人能玩到一起。而后面却传来不大不小的争吵声，在寥寥无几的餐厅里显得很突兀。我们分手吧，我累了。而后男人拂袖而去，只留女人低头抽泣。这个背影是林潮，没有了大牌子的衣服，身上穿着一件毛衣开衫，牛仔裤洗得有些发白。听温远说，她执迷不悟，非要嫁给纪行，被林家赶出门。我私下里曾调查过纪行，那人好高骛远，就想找个富婆傍着，在拿走林家支票后，天天泡在灯红酒绿里，而后没钱了，就再次找上了林潮。如今希望破灭，一切得凭自己打拼。他自然受不了这种苦，恨不得立马逃走。我抱着小侄女往地下停车场走，随玉说要去买麦当劳的香草冰激凌。下负1楼的电梯，触目可见的是林潮，他惊诧地看着我，那一瞬间闪过的惊喜，目光却在我和童童的身上扫荡。好久不见，我朝他点点头，却也止步于此。再次相见，我却再也没有了之前那样复杂的感情了。出电梯后，他伸手拽住了我的衣服，眼里漂浮着苦楚。附近16岁那年，我遇到的人是你吗？我似乎听见了自己那急促的呼吸声，伴随着破碎脉搏的跳动，一下一下地撕扯着我的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这么多年认错人了是吗？你将纪行认错成我对吧？所以他求证了这么多年，甚至将身边所有的人都伤害了一遍，最后却发现自己多年来的努力都是一个错误。林潮安静地听完我说的话，漆黑的眸子里一瞬不瞬地望着我，眼眶中有什么落了下来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所以你是不要我了是吗？女人的身躯颤抖着，双手慢慢缩了回去。可我已经不会再心软了，甚至在为我的这段感情感到不值。如果是这样的结果，还不如是他真的喜欢纪行才好，而不是阴差阳错的爱。那段被伤害过后的日子，属实是过于难熬了。每到黑夜降临，无尽的思念都会笼罩着自己，往日的温情与冷漠交织相融，一把温柔刀狠狠地在心上凌迟。特别是在收到纪行寄来的结婚请柬后，情绪低落到了极致。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才走出来，如今又凭什么让我继续坚定地朝他靠近？林潮，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来了。从前我将一片真心捧上，他不屑一顾，甚至只将我看作是替身，开心时就逗一下，不乐意应付了就甩到一边。他终于绷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一声咳嗽却将我们拉回了现实。随玉拎着一袋子的娃娃，正站在对面看着我们。单看他脸上倒是没有生气的迹象，但手里的娃娃都快要被他捏到变形了。此时我竟害怕他会生气。随玉把袋子甩给我，伸手要抱小侄女，却语出惊人：来妈妈怀里，爸爸要先去挪车。小侄女眼尖，看见娃娃就特别识趣，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。妈妈，童童和爸爸等了你好久啊。林潮听见这话有点恍惚，身形不稳，竟直直地往我这边倒过来，却被随玉手疾眼快地拦住了。林小姐是要当着我的面抢我的老公吗？
林朝愣住，而后有些难堪地摇摇头，语气里是卑微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。随玉嗤笑一声，语气里带着淡淡的怒气。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，林小姐，你也当真是蠢，被一个男人耍得团团转，错把榆木当明珠，如今却又来利用阿进的心软。好马尚且不吃回头草呢，又何况他身边已经有我这么一个好妻子了呢？这番话只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我开车送小侄女回家，看着副驾驶上气鼓鼓的随玉，不由得笑出声。他恼羞成怒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干嘛？我刚刚说的不对吗？我以后难道不是你的好妻子吗？我捏紧了方向盘，不由得叹气。你当真不介意我那段感情吗？这2年，我以为你会想清楚的。2年的时间，他可以有随意反悔的机会，只要随意说不愿意，这段未婚夫妻的关系随时可以介绍。但他并没有。随玉用手遮挡住刺眼的阳光，扬起个笑脸。阿进，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。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，我一向坚定而又勇敢的，一如你，一如设计。我一直在追逐你的脚步。他的眼里闪耀着奋斗的火花，仿佛已经预见到辉煌的未来。前方是一条分岔路口，我伸手握住随玉的手。未婚妻，我们试试吧。我的兔子设计师都朝我走了99步了，剩下这一步便由我来完成。温远要结婚了，对象是一向看他不顺眼的陈静。2人欢喜冤家多年，终于要喜结连理了。这场婚礼请了云城很多有头有脸的人，而作为伴娘的随玉忙到飞起。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蛋糕，像个小仓鼠一样，腮帮子满满的。我慢慢拍了拍她的背，摇头失笑：兔子小姐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温远找我说有点事需要我帮忙，他挤眉弄眼的示意我们到院子里说。我双手插进兜里，有什么事？温远指了指我的身后，他说有要紧事找你，是林朝。我只觉得一个头2个大，等会随玉知道了，指不定怎么吃飞醋呢。林朝急切地走上前来，我只耽误你一点时间就好。他的脸色比前些日子还差，像是大病初愈一般。听说他最近在和纪行打离婚官司。阿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之前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，我不知道你暗恋了我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你在背后默默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。你看，他一开口，总能把我难以愈合的伤疤重新揭开，甚至把血肉搅成一团为止。林朝忏悔着，他的泪抑制不住弥漫滑落，声音止不住颤抖。你不要丢下我，好不好？我深深地呼出一口声，微微扬起头，却不愿意再回应他的话。他微微抬眸，眼里的期冀一点点滑落下来，像是预料到了结果，苦笑出声。我却透过觥筹交错的宴会厅，看见那个女孩正百无聊赖地等着我回去。许久，我的声音变得清晰。林朝，我对你有接近长达10年的喜欢，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，甘心为你扫平所有事业上的障碍，祝你在公司站稳脚跟，不至于被叔伯兄弟针对，甚至送上天盛的合作项目。可我对你的喜欢已经结束了，我始终忘不了你的冷漠和不屑，自始至终我都像个傻子一样默默付出。如今有人爱我数10年如一日，甚至陪我在国外打拼，我再也不想辜负他了。我们之间到此为止吧。其实当时林朝特别想去看极光，我甚至打算在芬兰重新求一次婚的。可是天不遂人愿，我们终究有缘无分。2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的脚步微微摇晃了一下，睫毛微微颤动着，随后他定了定神，
挺直腰背，恢复到之前的骄傲模样，却只好走到四下无人的地方放声痛哭。随玉瞄了瞄周围，伸手就想拿适应手上的哈根达斯，细细的手腕却被我一把抓住，拽紧了放进手心里，好脾气的揉了揉他的耳朵。兔子小姐，你可别忘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你的事情，痛经起来你又得死去活来的。随玉撇了撇嘴，我还没吃上呢。我却紧紧拥他入怀，语气十分笃定，是你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。兔子小姐泄了全身的刺，软软的声音从我的怀里传来。对，我就看不得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享受了所有的既得利益，嗓音里带了莫名的委屈。凭什么你的努力他都看不见？我仿佛能感同身受他的心情，可我知道你的努力，知道我的兔子小姐一直很坚强，脚步不停地追逐梦想，甚至爱我这么多年。爱人的本能仿佛长进她的血肉里一样，诚挚而又炽热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这么久才察觉到你的心意。随玉终于忍不住自己的低落情绪，埋在我的怀里无声的抽泣。随玉生日那天，她今天穿了件挺漂亮的连衣裙，脸上是精致的妆容，说要带我回云中重温校园。里面大部分设施都没有变，除了又新添了几栋教学楼。她与我十指紧扣，满脸都是笑意，指着远处的光荣榜说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你拿了第1名，都会更新那个大头贴，等到新鲜度一过，我就悄悄把它取下来。怪不得温远总说有人在觊觎我，每次大头贴都会被偷走，原来罪魁祸首是这姑娘。我有些好奇地问，你就没有被抓到过？她有些羞愧地摸了摸鼻子，被你们班班主任抓到了，不过他人倒是挺好的。后来我高3时，他又成了我的老师。我和随玉逛了大半个校园，这期间他时不时就瞄2眼手机。他们又催你要设计图了。随玉连忙摆手，没有，是另外的事情。闻言，我挑了挑眉，只觉得事情应该不简单，特别是走上高3楼的时候后，那个强烈的感觉仿佛要喷涌而出，竟然铺上了红毯。身旁的随玉比我紧张多了，手心都出了冷汗。想起前几日温远说要给我个大惊喜，后知后觉的才发现，兔子小姐不会要对我求婚吧？那我们的想法真是挺默契的。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走吧。高3实验班的教室门紧闭，我知道只要我一打开，必定能听见轰鸣的礼花声，里面会有我们多年的好友，甚至是许久不见的同学。随玉的演技一点也不好，可惜我却没能窥见他漫长岁月里隐藏的爱意。他突然拉住了我要推门的手，阿进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想想。傻瓜，我毅然拉开了门，礼花声如期而至，里面是欢呼声。我突然松开了他的手，从外套里掏出戒指，单膝下跪。随玉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眼里闪过泪光。身后的欢呼声响彻教室，他突然间哭了起来。明明是我先。我摇头失笑，而后郑重其事，这种事情当然得我来做。兔子小姐，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吗？我知道2人在一起后，他偶尔会安全感缺失，有时会问我是不是在做梦，不断地确认事实。不知道这次安全感给的对不对？随玉慢慢地朝我伸出手，我愿意的，附近，我一直都愿意的。我把戒指往他手上套，很合适的尺寸。他高兴到扑进我的怀里。附近，我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。是的，你一直会是最幸福的小孩。随玉哭成了个小花猫，在见到旧时的班主任后，却害羞到
直往我身边站。老李不由得打趣他：哎呦，之前偷照片的时候可是底气十足啊！不过恭喜你的心愿实现了。我们两两相望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都会有更光明、更灿烂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